人云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可咱們西非倒好，這叫大音震耳，大象滿屏。咋回事呢？最近西非的停机坪成了全球房屋圈的網紅打卡点，10架运20B停那儿，就跟不要钱的白菜一样。隔壁老美看着卫星图，估計心电图都快崩了。要不说別人是10年磨一劍，咱們是1年磨一劍，1月成陣列。這新機直接按打來批發的。普通人看的是飛機多，軍迷看的是涡扇20國產新。想當年運20A 剛出來的時候，大家都吐槽它是心臟病患者，還得靠進口發動機吊着命。現在好，涡扇20完全提上，那叫一個絲滑，就像給當年的小馬拉大車換上了法拉利引擎，拉着99A 坦克狂奔，那叫一個心不跳气兒不喘。更顛覆認知的是，這10架運20B僅僅是冰山一角，在這一片看似平靜的停機坪上，空警3000隱於陣列，歼36驚鴻一現。西非藏的底牌遠比我們看到的更恐怖。本期視頻一次性講透這場西非爆發式逆襲，看懂中國軍工真正的底氣。我是白凡大招，歡迎來到老鲁智。孙子兵法有云：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也。什麼叫不可勝？就是把短板全部補齊，讓對手無懈可擊的機會，同時自己手握絕對主動權。放在10年前，這句話用來形容中國大運，簡直是天方夜譚。稍微資深一點軍迷都記得，早年運20A 剛問世的時候，全網最大的遺憾就是那口擺脫不掉的外國心臟。彼時我們沒有成熟的大韓道比國產航發，只能搭載俄製第30K P2 發動機。說句大白話，就是小馬拉大車撞小伙穿着小鞋。運20原本的設計藍圖是對標世界頂級戰略運輸機的高標準，66噸極限載重，全域快速投送，全天候起降。可受制於進口發動機的推力短板，運20A 始終無法滿血發揮性能，至今讓很多老兵記憶猶新。運20A 搭載99A 主戰坦克的時候，載荷餘量微乎其微，平地起降尚且勉強，一旦遇到高原、高溫複雜環境，載重還要進一步縮水。戰時狀態下，這種差一點的短板就是致命的隱患。古人講氣不利則事兒不成，航空發動機就是航空工業的氣之根本。曾經的我們在高端航發領域處處受制於人，不僅產能被卡脖子，性能被鎖死，就連裝備迭代的節奏都得看別人的臉色。那時候國外媒體嘲諷我們中國大運徒有其表，無心無魂。那幾年羨慕美國 C-17、俄羅斯伊爾76的聲音在網絡上隨處可見。可誰也沒想到，短短10餘年光陰，乾坤倒置，風雲逆轉。今天西非批量亮相的運20B徹底撕掉了心臟病的標籤，國產渦扇20航發全面就位，大運迎來真正的完全體。很多人只知道換了新發動機，卻不懂這波升級的含金量有多炸裂。渦扇20作為我國自主研發的大韓道商用級軍用航發，徹底告別了俄製發動機的老舊技術制稿，推力更大，油耗更低，壽命更長，穩定性更強，直接解鎖了運20塵封多年的全部設計性能。現在的運20，220噸最大起飛重量拉滿，66噸極限載重滿血激活，99A 主戰坦克整車完整裝載，無需拆分，無需減重，真正實現了重裝全域快速投送。可以說早年的運20A 是璞玉蒙塵，空有天賦卻無法施展。如今的運20B便是良玉出匣，鋒芒萬丈，一招破壁，驚豔四方。而最讓外網心態炸裂，讓美軍坐立難安的，根本不是單架運20B的性能，而是我們恐怖到離譜的量產能力。現在的全球航空格局早已今非昔比，我們不妨做一個全網最通透、最刁鑽的橫向對比，看完你就懂為什麼老美最近急得團团轉，瘋狂補救。大洋彼岸的美國曾經稱霸全球的 C-17戰略運輸機生產線，早在2015年就徹底關停，永久封存。10餘年間，設備老化，供應鏈斷裂，熟練技工流失，整條產業體系早已名存實亡。如今美軍看着中國大運批量爆產，慌不擇路，想要重啟 C-17生產線。可現實是砸錢沒用，加急無效，工業體系斷層，根本補不上差距。再看俄羅斯，坐擁深厚的航空底蘊，伊爾76改進型號折騰多年，進度緩慢，產能低迷，不僅性能迭代滯後，量產規模更是遠遠跟不上時代。
至於歐洲呀，日本同類運輸機體量偏小，定位局限，根本夠不上戰略投送的級別，完全不在同一競爭賽道。放眼全球啊，目前唯一還在穩定、高速、規模化量產的重型戰略運輸機，只有中國的運 20B。這不是簡單的彎道超車，這是獨步全球的單向碾壓。古人說呀，適易則適應，適易則倍變。過去我們追趕世界，如今世界被迫追趕我們。這10架整齊排列的運 20B， 從來不是擺拍道具，而是中國航空工業成熟、自主、可控的最強宣言，是我們数十年臥薪嘗膽、攻坚克難的最好答卷。說到這兒，很多人以為運 20B 就是本次西非曝光的最大底牌，那你就大錯特錯。真正的王炸永遠藏在細節裡。這次官方宣傳片跟停機坪畫面中藏着3大極易被忽略卻足以改變空戰格局的重磅彩蛋，每一個都是王炸級別的突破。首先第一個，運油20的實戰化能力全面成型，中國空軍徹底告別短腿時代。早前我們只見過運油20為歼15艦載機空中加油的畫面，而本次曝光的全新鏡頭直接解鎖了雙機同步加油的王牌操作。一架運油20可以同時為2架歼20隱身戰機補給燃油。很多軍迷總糾結軟管加油不如硬管高級，這是典型的外行誤區，也是我今天要糾正的全網最大認知偏差。硬管加油勝在單機輸油速度快，但短板極其致命，一次只能保障1架戰機，適配機型單一，集群作戰效率極低。而我們的軟管加油體系看似樸素，卻極度貼合實戰需求，一機多補，全域適配，靈活高效。無論是殲20、殲15、殲10C， 還是未來的新型戰機、預警機，全部兼容適配。在大規模空戰、遠程奔襲、跨洲際作戰場景中，多機同步加油的戰術價值遠遠大於單一的輸油速度優勢。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近幾年我們的跨洲際演習越來越頻繁。從前我們的戰機飛不遠，制空短，作戰半徑受限，受制於空中加油短板。如今運20加運油20量產成型，全程伴隨保障，全域機動馳援，殲10C、空警500、殲20这樣遠洋作戰邊界被無限拓寬。再看第2個隱藏底牌，就是傳聞已久，終於疑似公開亮相的空警3000新一代預警機。如果說運 20B 是空軍的雙腿，支撐全域機動，那空警3000就是空軍的天眼與大腦，掌控整場空戰的勝負的走向。相較於空警2000、空警500，空警3000依托運20全新平台升級，搭載新一代數字化雷達、智能化指揮系統、全域探測體系、隱身目標捕捉、多目標鎖定、體系化指揮能力全面躍升。在現代空戰中，預警機就是戰力倍增器，誰先發現，誰先鎖定，誰先指揮，誰就掌握戰場主動權。空警3000一旦正式批量服役，中國空軍的遠程預警、全域指揮、體系作戰能力將直接邁入全新維度，形成運輸、加油、預警、作戰一體化的完整空中作戰體系。而最讓全網沸騰、最讓對手膽寒的是片尾那個一閃而過的神秘黑影，畫面模糊，但氣動特徵清晰無比，無垂尾布局，極致隱身造型，全新氣動設計，完全契合網傳殲36 6代機的全部特徵。這架新機的亮相絕非簡單的試飛露臉，而是官宣一個重磅信號：國產6代機已經完成空中加油適配測試，整機研發、試飛、適配進度全面提速。一款新型戰機能開展空中加油測試，意味着整機氣動、航電、飛控、適配系統全部成熟，已經度過了最基礎的驗證階段，進入實戰化適配環節。按照這個進度推演，2028至2029年公開完整實機，進入小批量試裝，完全具備可行性。很多人看不懂西非的布局，覺得運輸機、預警機、新戰機各司其職，互不關聯。其實這就是普通人與戰略視角的本質差距。真正的強大從來不是單一裝備的吊打，而是整套體系的碾壓。運 20B 牢住戰略投送根基，運油20打通遠程作戰壁壘，空警3000掌控全域戰場態勢，殲36重構未來空戰規則，四者相輔相成，互為支撐，搭建起屬於中国的新一代空中作戰體系。古人云：不謀全局者，不足謀一域。西非這波密集曝光，看似是多款新裝備扎堆亮相，實則是中國航空工業數十年布局的全局收割。從曾經的一窮二白、受制於人，到如今的全量自主、批量領跑，
我們走的每一步都是厚积薄發，步步為营。反觀大洋彼岸的美國，如今的操作盡顯慌亂與被動，一邊緊急推進 E7A 預警機項目，替換老舊落後的 E3 預警機梯隊，一邊倉促評估重啟 C17生產線，想要彌補戰略投送能力的衰退缺口。但我想說一句大實話，這也是本期視頻的核心反轉。大國工業的根基從來不是靠臨時抱佛腳砸錢堆出来的。C17生產線關停10餘年，供應鏈斷裂，配套體系消亡，技術工人流失，設備工藝老化。想要重啟生產線，不只是重啟一條流水線這麼簡單，而是要重建一套完整的航空工業配套體系。這是數年甚至10餘年裡的工程，根本無法短期見效。而我們的優勢是持續迭代、穩定量產、體系完善、自主可控。當对手在忙着修補舊體系、復刻老裝備的時候，我們已經在量產新裝備、迭代新技術、搭建新體系。此消彼長之間，中美空中戰略力量的差距早已被徹底改寫。很多網友經常問我們造這麼多運 20B， 研發這麼多新裝備，到底有什麼用？為什麼一定要執着於核心技術自主可控？這裡我給大家一個最通透、最深刻、最接地氣的終極答案：核心技術自主是大國最後的尊嚴，戰略投送自由是和平最硬的底氣。曾經我們的航發受制於人，裝備量產看別人臉色，性能上限被別人鎖死，稍有摩擦就面臨技術卡脖子的風險。那時候我們不是不想強，是沒有底气強。而如今涡扇20全面成熟，運 20B 批量爆產，特種機型迭代升級，6代機穩步推進，我們實現了從無到有，從有到優，從優到領跑的3級跨越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未来全域機动、遠程馳援、戰略威慑全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，不用再依賴进口，不用再看別人臉色，不用再受制於外部壁壘。就像古人所言，根深則葉茂，緣深則流長。那些停在西非停機坪上的鋼鐵戰衣，不會說話，卻無聲訴說着中國工業的崛起之路。那些一閃而過的新型裝備，從不張揚，卻默默撐起大國空防的堅實屏障。現在再回頭看開頭的畫面，你還覺得那只是10架飛機的簡單隊列嗎 ？No， 那是鯤鵬鎮壓、長風破浪、大國重器守衛山河。那是中國航空工業徹底擺脫制造，走向世界巔峰的莊嚴宣告。我是白房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